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再次收看我们的节目哦。中共20大，大家这个虽然选出了政治局，还有政治局常委哦，大家除了在预测这些名单之后的一些作为之外，中共在这次20大是体现出他们整个路线之争，还是有一些我们所必须要关注、观察的一些事情啊。我想今天节目我们可以好好来谈一下。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闵居正老师，闵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老师，我们大家看到这次的名单里面哦，当然有人就会说这个名单就决定了未来的政策跟走向，名单也决定了这些人过往做事的习惯，当然就是路线上的选择。但真的是如此吗？其实我想中共这些普遍解读虽然是外界这么认为，但老师您会认为说就是这样子吗？真的就是单纯的所谓的路线的部分，而不是所谓的我们谈到的这个所谓的政党他们内部的一些斗争？我想两者都有，不要这样说吧。你如果说你说是路线之争跟政党内部的斗争，我想两者皆有。大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是它这个问题是蛮重的。大家如果仔细看政治的话，每一个国家呢都有政党之争嘛。而政党之争基本上你就划分成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党是好人还是坏人？然后他的党是好人是坏人？当然，两个党都说我们都是好人，我们都是为台湾，都是为美国、为英国或为中国的等等。这个政党之争呢可以理解。好，那么政党之间除了说好坏这个区别之外，另外就是，那我这政党想走什么路？然后我认为我政党的这条路呢，对我们这个国家、对社会最好。然后那个政党说，他认为他那条路对国家社会最好。我不以为然，所以我批评他的路线，他批评我的路线，这边路线之争，对，这可以理解。在民主国家，我们小的有这种争执，小的有这种争斗，所以我们把它法治化，也就是我们把游戏规则定出来。你比如说选举，定出政见，大家就表达你的路线。对，我们定出游戏规则来。你代表这个甲党，我代表乙党。然后我们在这共同接受的游戏规则下面来，你发出你见解，我发出我的见解，我们甚至互相批评、辩论、攻讦等等，到最后呢，让选民来决定。所以我们有一套游戏规则，这游戏规则就是我们是路线之争，是政党之争，但最后呢不需要杀人。你不需要把我杀掉，我不需要把你杀掉，我不需要把你的党派人杀掉，你不需要把我的党派人杀掉，然后甚至不会有大规模的政争啦、动乱啦、流血或内战等等。也就是把内斗呢都把它法治化了，把它制度化了。所以在民主国家，在任何国家呢，都有党争，都有内斗，都有什么的呢？只是你是不是有游戏规则？中共的问题之所以严重，就是它看起来有游戏规则，但是游戏规则通常会流血。或者知道就是我把你全家都杀掉，我把全家都抓起来，然后送进监牢里面去，关起了监狱。那这次回到你刚刚问的话题，就是回到这一次他的这个习近平的报告呢，他这个几万字嘛，他真的现场只讲了2万字，省了1万字。但是你去读它全文的话，它有15个部分，在第11个部分呢，我把标题念一遍呢，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我常常讲，如果你很少读大陆的这文件，你偶尔读一下会觉得非常好。文字上都很棒，看起来都是无懈可击，都面面顾到了，等等都很好。但是你读久了，读他们文件读多之后，你就会读到一些不同的东西，也就是你会想办法诠释他为什么这样讲话。因为中共讲话跟我们讲话不太一样，看起来都是中文，对。看起来文字都一样，但你真的读下去，你要知道他的背景，晓得他这个讲法跟我们不一样了。我经常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的学生当中呢有一些公务员，然后我就问他们说，我说这对你们来说，人民跟民众有没有不一样？他说没有差别。我说对，我们台湾人理解是没有差别的，但对大陆的公务员来说就不太一样。有没有民众？没有民众。有没有人民？有。谁是人民？台湾的公务员认为，我坐在柜台这边，你走上来跟我讲话，你就是人民。大陆人不是，大陆人首先是宣判，当然现在看起来没那么严重，但实际上在背后是有这个考虑的。他想考虑的是，你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
你有没有什么政治企图？然后你讲话有没有反革命的味道什么的？现在不是最近就出来吗？要约束这个大陆艺人的这个演艺人员讲话吗？他们判断什么？就是如果你曾经在脸书啦或什么账号什么地方呢，或自媒体上面，我曾经发表过政治上不正确言论，我把你广告单元全部拔掉。那什么叫政治上的正确呢？那在台湾，你如果说这样的话，就是你现在民进党执政，你就不能批评他，批评他就政治不正确了。台湾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才说有游戏规则嘛。但大陆不是，所以如果说他们对这个问题这么重视，然后再把他整篇这个报告读完，你发现他空前的把安全问题提升到没有见过的高度，一共在那边讲了几次，讲了50几次。过去邓小平啊，或谁在那边讲话，或者赵紫阳讲话，或者这江泽民、胡锦涛讲话，都讲什么改革开放经济，对不对？发展啊什么的。他现在当然也讲改革开放，但讲得很轻，然后经济发展也讲得很轻，但讲安全讲得很重。所以安全呢就有内有外了啊。那这两者我就结合起来的。所以你前面问说是不是有内斗，是不是派系斗争？有。我们看到这一次不是上2个礼拜我们讲到说人事安排嘛，是这些原来比较注重经济发展的务实的，然后比较共青团背景的，像李克强啦、汪洋啦、胡春华都下去了。然后呢，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老长官胡锦涛呢，还被当众羞辱了。所以大家就企图把这些结合起来，然后去解读它怎么回事呢？好像你真的有路线斗争。然后好像你这个路线斗争呢，还将来要上纲。我们上不讲了说，延安整风嘛。是。如果说把习近平的话跟他这些东西都结合起来的话，他是不是在准备对这些人进行延安整风？或者延安整风，那除了对付这些人之外，是不是还对付哪些人？那大家现在国际上已经开始这样猜了，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猜测，也就是看起来内斗是有可能的，也就路线斗争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路线斗争有没有外面的考虑，也就是对外斗争的考虑？这点呢，我觉得我们得结合起来看。当然，一般我们刚刚提到路线啊、内斗的部分，老师也提到，这一定都有这样的内容。但老师特别提到还有外斗，这个一般都说外斗外行，这个为什么老师认为这还有外斗的成分在？不只是有外斗成分在，我认为就是这个外斗跟内斗是结合才考虑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的。这个当然我得说清楚一点哈。目前我们还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但是我们从对过去的中共了解呢，我们现在是有这个研判，也就是他有内斗，但是外斗这个内斗可能是因为他去考虑外斗而引发的内斗，也就是内斗是我们现在看的表象，但被真正推动这内斗的这原因呢，可能是外斗。好，那外斗是什么？如果要看外斗的话，我们一直过去跟大家数过啊，中共这几年来，因为呢它的各种各样的政策作为，尤其是外交政策上作为，然后激怒了国际社会，所以国际社会对它步步进逼。别的国家不要说，他光看美国的作为呢，他会数了这些事情。第一，你美国中共说你美国对我进行贸易战，从2017、18打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啊，而且非常严重。第二，在贸易战之外呢，你不只是这个有什么关税啦什么的，你制裁我，你制裁我的一些公司啦，然后制裁我的一些企业啦，甚至去制裁我一些产业，就不只是个别企业，你制裁我产业。然后除了之外呢，你跟我打金融战，为什么呢？我很多中资公司在你华尔街上市，结果呢，你对我要求什么，然后你逼我下市。当然严格说，美国这样做不算错。为什么不算错呢？因为美国当初犯错。什么叫当初犯错呢？美国当初让一些中资公司来华尔街上市的时候，没有严格要求这中资公司按照华尔街原来的财务审计要求而来上市。所以今天变成事后我来追索这件事情，显得有点不公平。但是美国是自己这个前面疏忽在先，然后现在要去补救它，所以看起来是有点过重了。但从中共的理解就是，你对我打金融战。这第3个。第4呢，你对我打科技战。过去我们讲过多次了，中芯科技啦，到华为啦，到现在后来相关大疆什么的，既是打经济战，然后又是打这个科技战。那最近我觉得中共觉得说，你美国对我最恶劣的就是打我半导体产业。
然后打得很全面，打得很重。你还不是挑一个产业一个产业打，你也不是挑一个公司一个公司打，你是很釜底抽薪的去打人才，打就是牵涉到半导体的、牵涉到高科技这些所有这些人才当中，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拿美国绿卡的，从10月7号开始算，12月12号开始生效，你们都不得为中国公司工作。中共的这么多年发展呢，除了说外资的这企业带技术进来，然后带钱进来之外，很重要一部分就是这些人才投身进中国大陆这个半导体的发展当中，才使得中国大陆半导体呢飞跃了这上升。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具备美国身份的，或至少具备绿卡身份这些人来帮忙的话，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呢不可能有这种发展的。你说很多是台湾人，不好意思。那些台湾人很多不是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就是有绿卡身份的，所以其实说的严厉点，也是美国人。好，那你开始打人才，那这些人都不敢动、不敢做的话，那我就缺了一大块了。对，我有一些海归的回来，这些海归的回来虽然是看起来是中国人，但他可能也有美国身份，也有绿卡，所以这样又砍掉一块。那更惨就是你美国打到这一步之后呢，欧洲跟日本一些国家开始配合了。那么也就这人才进力呢，真的开始往前突破，然后往前推进，压迫到我喘不过气来。所以我现在看，你觉得说你美国打我呢，好像打到骨头了，更不要说你这几年在搞演习啦，你又军售台湾啦，又什么所谓保卫台湾啦，以台制华了等等。所以你这动作呢，从中共看起来就是你打了我的生产，打了外销，最后呢，你打到我的骨头，打到真的是。打到根本了，那我现在必须要认真考虑，你美国会不会打我？所以我觉得外斗的考虑对他而言呢，是越来越明确，而且越来越恐怖。那这个刚刚特别提到晶片的这个科技战哦，老师刚刚也提到过，美国也算是做了一个所谓的要求，你美国公民或持有绿卡的都不能再来为中国来服务。有人说，哇，这是釜底抽薪。真的晶片这样子的做法会产生很严重的联动的一些影响吗？应该会了，我想这么看哈。今天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谈的俄乌战争嘛，对不对？俄乌战争你看到就是俄国打得不是很顺利，然后乌克兰好像愈战愈勇啊，大家就怀疑说为什么俄国到最后打不太动？除了说欧美对他的这个什么封锁禁运啦，跟这个提供武器给乌克兰之外呢，很重要一点，后来大家赫然发现就是。俄罗斯国内的这些军工生产的，甚至民生生产呢，跟不上他这个战争的脚步。是，他打一个很短期的战争，然后这雷霆这个姿势打下去，很快就打赢了，你或许还看不见。一旦打久之后呢，这个体制跟这个经济结构本身的毛病呢，就开始显露出来。大家看到最明显就是，第一呢，他后来不太敢打飞弹，然后慢慢就没有精准飞弹可以打，他打得不太准了。好，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就是他打飞弹打少了，大家说哦，他现在没有飞弹了，不是，他还有飞弹，但不能都用。为什么不用呢？因为他怕到最后欧洲跟美国打他，他留一部分，对，他说怕最后没有武器可以用，所以我要留一部分以备将来欧美打我时候我能够有反击力量，所以这部分我保留着。所以我现在拿一部分出来去打乌克兰，打到最后发现打不准，为什么呢？我打不准了，因为为什么？没有好的晶片了，没有那个晶片在后面帮忙，打不准了。好，那这晶片的来源是谁呢？过去呢，全世界晶片的提供者呢，一个是日本啦，一个是南韩啦，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台湾。所以大家常讲说啊，台积电是护国神山。我想，其实台湾的整个半导体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这个才是台湾的护国神山脉。这样讲比较准确。它包含什么呢？这边有 IC 设计，然后当然很大一部分在美国，但台湾有一部分。再来下来是光罩，好，那这边有矽晶圆制造，这两者加起来才会有所谓的晶片制造，这个才是我们讲的台积电啊、联电这个公司啊，大家经常举到这块。这个做完出来之后，并不是说它就能用了，还出来经过封装测试，所以一共经过5步，这5步台湾基本是完备的，这就我们讲的产业链，就护国神山脉。而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呢，一方面可以打飞弹，
2方面呢可以发人造卫星，3方面可以打雷射，4方面可以让战舰啦、飞机啦什么，然后坦克什么可以开准。在民生方面，我们手机用了晶片，然后我们的摄影机用了晶片，我们的电视用了晶片，我们的冰箱了这些东西都用到晶片。所以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新闻嘛，还不一定可靠。俄罗斯打到最后呢，就跑到人家家到冰箱里面拆晶片拿来用，这个有点奇怪了。这个冰箱晶片能够装在飞弹上，这个有点匪夷所思。但是这消息这样出来了，这只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晶片在今天从民生到军工产业几乎都要用到。所以也就是说，没有晶片，你经济也发展不起来，战争也打不下去。所以晶片意义就在这里。那过去人家问我这个事情，我还打过一个比方给人家听。2次大战的时候，美国不是跟日本打仗吗？那其实原来日本是不想打仗的，不想打美国，因为日本负责打美国的那个设计师呢，那指挥官呢叫山本五十六。山本五十六在年轻的时候呢，被日本派到美国呢，进到大使馆跟使领馆里面当武官，当驻美武官。山本五十六是一个非常优秀人才。他身材不高，个子矮小，在日本人当中都叫矮个儿，但这个人极为能干，极为聪明。他派到美国应该是2次，然后呢，在美国任职的时候呢，非常认真。他去以武官身份到美国各地去游历、去参访，然后去观察，而做很详尽的记录。他记录什么呢？他记录美国的产业生产的能力。钢啦、铁啦、棉花啦等等，武器等等，他到一些重大的城市、重要的工业城镇、工商重镇呢，很详细观察。他担任了2届，然后很详细看了之后，他对美国实力呢有非常清楚了解。所以后来在这天皇御前会议的时候呢，指派他为这个对美战争的最高设计师。他的当时意见说，美国不能打。美国太强大了，我知道对美国深切有了解，这个美国是绝对不能打的。但天皇说，既然你这么了解美国，那如果要打美国，也只有你能胜任，所以非要他接。那他忠君爱国嘛，那没办法，就接下来，就硬着头皮接下来了。所以硬着头皮接下来之后，还开始设计我怎么样去对付美国。日本呢，大家都晓得是一个天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你要打仗要支撑战争呢，你就需要很多东西。比如说你需要中国东北的那些复原呐，然后这些矿产啦、跟农产啦，东北农产丰富的啦。那东北本身的面积呢，就比日本大一点点。如果你把大东北算起来的话，就差不多日本的2倍大。所以日本拿到东北之后非常高兴，就处心积虑说将来怎么再继续发展，然后向外扩张。那时候已经是超过，对日抗战已经开始了。所以山本五十六呢就要计算这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去对付美国呢？那要打仗或者军工产业，你缺个东西钢铁石油啦、橡胶啦、铜啊、铁铜锡啊这些东西，铜锡铝这些东西呢，你或许可以打菲律宾可以拿到，但菲律宾是美国殖民地，所以你要拿这东西，你必须去打美国你必须打美国。所以算来算去，美国是必须要打的。那但是有一个问题没办法解决，就是我日本呢不产这东西，我的钢铁呢需要从外面输入，不管是输入铁砂也好，或者输入这个废船废车，我拆解然后重新冶炼，然后来提供那个来制造钢材、铁材呢，让我来运用。日本当时这个进口钢铁的最大宗的国家是美国，所以这个事情很古怪，等于是要我的命。所以我非打你不可。我现在不是在做历史类比法，我想讲的是，如果钢铁或铁砂等等这些废材对当时日本的军工发展这么重要的话，那我现在问的问题是，晶片对今天中共的军工乃至经济发展有多重要？我讲是这件事情。那么如果说美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美国从而去这个，就像刚刚我们讲的，从根本上去打击中共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的话，那中共怎么理解这件事情？中共怎么回应这件事情？
那就很值得我们再往下研究了。所以回到老师一开始提到说，像这样子一些外斗跟外部的一些关系，又会回到这些内斗的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联动啊，那是不是也请老师讲为什么这个部分又会跟他内部的权力的拉拔有关？有一个部分就是独裁者的这个叫什么恐惧吧，或者是独裁者的悲歌。作为一个独裁者，看起来我是亿万人之上，然后我上面再没别人了，我高高在上。但是一点就是，我好像也落单了，好像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然后没有人能够跟我对话。但最大的问题就是，独裁者常常会担心说，我权力还不够。那你一定会帮观众朋友问说，权力都在你手上，为什么你觉得不够？问题就在这里，这事情是很吊诡的。当你在爬升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权力不够，你不能攫取权力。在攫取权力当中，你要打击很多人，要伤害到很多人。你越往上走的时候，你权力越集中越多，你看起来越来越高兴的时候，你伤害到人多，或者说你结的仇家就越来越多，而你自己也发现了。所以独裁者的悲歌或独裁者的那个悲剧呢，基本上从这里开始。而这个呢，就是内斗的问题。好，那刚刚讲的说外斗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我到最后，我习近平看见我这条路线难免会跟美国冲突的话，那我要干什么？我要备战。备战不是说我明天就要打仗，不是这意思，而是我晓得这个战争，或我担心，这战争可能将来迟早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必须要备战。如果要备战的话，我就准备战时经济，我就准备进行动员，也就是我要开始演练我的动员体系。那么这样大家就可以慢慢理解这几年的清零，这几年清零像是战时的动员体系，动员加管制嘛。我食物也管制，人也管制，交通也管制，然后什么金流什么都管制。我看看在最坏管制最凶的情况下，我的经济是不是还能够运转，还能够支撑国家？到现在看，他觉得大概是可以的。这个想法很恐怖，但的确测试是结果。第二就是我们讲过，中共的经济呢，很长时间对美国依赖过高。那如果将来对美要战争的话，我势必要减少对外贸的依赖，尤其要减少对美国的外贸依赖。那同时也降低就是我对这个经济发展依赖，我就是用暂时经济在战争时期，暂时经济的方式来打仗。好，那这样的话就牵涉到内部了。我内部要动员，然后要进行战时经济，我就不会那么多的靠外贸，也不会那么多的靠经济，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务实派，这样慢慢就连起来了啊。也就是我在外斗的考量上面，我看见了内斗的需求。所以，如果说我外斗是要进入战时经济、进入动员体系，然后不太靠外贸的话，那么在国内呢，我也不需要靠外贸。是。那么国内谁去主张外贸的人，就是我潜在的敌人，这样路线斗争结合起来了，也就是内外的斗争的目标慢慢凝聚起来。外面我要斗美国，内部我要斗改革派。这个当然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假说，但这个假说在中共传统的政治运作当中是绝对成立的。好，那我们今天不细讲，将来有空再说。那大家会讲说，那既然这样走的话，那经济不是会萎缩吗？请各位注意啊，中国现在有个新的消息出来，供销合作社在大陆现在死灰复燃。过去曾经那段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大大发扬过，后来在经济改革之后呢，大幅萎缩，但是供销合作社基本还在的。供销合作社少到什么针线啦、肥皂啦，然后种子啦、农机啊什么等等，也就是农村生活当中呢，你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不能说所有东西，大部分东西在供销合作社是买得到的，或者甚至在更激烈的情况下，只有供销合作社才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卖的，也就无私营经济。好了，那这样就是，如果说你要有战时经济，你经能运转，那补充这一块的不足是什么呢？那就是供销合作社。所以什么美团啦、滴滴啦，或者什么台湾的就什么 Uber 这些呢，你通通不用跑，或 Foodpanda 你不用跑了，我靠什么？我就靠供销合作社。这样再慢慢拼起来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始讲，我们说看起来习近平这一波呢，是有路线斗争。就像你说的，是有路线斗争。那为什么这波路线斗争是由外斗而引起的？那现在慢慢解释，因为我考虑将来要对美作战，我必须先做准备。
那如果要对美作战的话，那内部跟我讲的发展的路线不一样的话，这篇我不能接受。大家讲说罢黜他就好了吗？不是的，对中共来说，这个人摆在旁边，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威胁。摆在什么地方才不是威胁呢？把他关起来才不是威胁，甚至把他杀掉才不是威胁。所以我们才担心他在那时候不是讲说延安整风嘛？是我们上次讲延安整风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延安整风可能这话不是空穴来风。而团派这些人就是要被整的或者被斗的对象，而要斗这些人呢，是因为路线斗争。为什么要路线斗争？因为要对美备战。所以他逻辑这样串起来的。那最后这地方呢，跟台湾是相关的哈，也就是我一直跟他讲，这个两岸关系呢，绝对不是独立的在真空当中，也不是只存在两岸当中。台湾的地位呢，或者两岸关系呢，是紧紧镶嵌在美中关系下面的。如果照我们刚刚那样的逻辑的话，那美中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呢，台湾的日子呢就越来越难受，但是相对来说也越来越安全。这是我们过去反复讲的话。好，那美中关系大概会怎么走呢？我们现在看了一下哈，大概最近美方不是密集放话吗？是。然后明确对中共示警，就是你不能动台湾，我很关切台湾的安全。然后你要不相信的话，我就开军舰、开飞机过来，在附近绕来绕去。然后你再不相信的话，我美国国会开始讨论，然后再认真讨论台湾政策法。台湾政策法看起来通过不了了，但我把一些关键东西拿出来，一些关键条文拿出来，我放进国防授权法里面，这东西现在是可以通过的。然后我把这块就可以拿来先用了，可以帮到台湾了。但是你说我这样就马上要跟美国对抗，那也还没有。我还希望跟美国交流，因为现在我还力量不够，我需要你的科技，需要你的资金，需要你的人才，然后需要你的服务等等，所以我会示好。那如果你接受示好，那咱们找到很好的相处方式，就像习近平所希望的一样，那咱们可以好好走下去。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就好好准备了。所以你要我来看的话，大概就是短期之内呢，大概他们会中美双方都希望斗而不破，但长期来说呢，我对美中关系呢，我是比较悲观的。所以如果美中关系悲观的话，那回到你原来的话题，这个路线斗争呢，恐怕就在地平线上面慢慢浮现了。是啊，其实我想大家了解中共的一个威权的，尤其习近平现在独裁的体制哦，照理他之前一直鼓励大家要不断的批斗，要斗争，内部要不断的用批斗的方式来检讨一些问题。所以老实说，聊了老半天，只要他讨厌你，什么都是斗争你的理由。我们过去会说听话的人才不被斗争，不对，以中共的运作方式，听话也可以被斗争的理由。所以本身这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所以我想今天这样听完，就可以更理解老师，外交必然是一个引发内斗的一个可能，但也有可能外交的问题也是引发作为内斗的借口。是，所以我想我们继续努力吧。今天谢谢明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哦。中共的20大一中全会结束之后，当然大家对于这些政治局的委员、政治局的常委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那7位常委，其中有4位是新人大家也开始对于这4位的背景做一些研究调查，许多新的资讯也不断的产生那另外大家都称说这是正国级，就是比较重要的角色。那另外17位副国级同样也是引起大家的一些关注那其中我觉得大家特别关注是在这里面有几位，特别是警察背景的部分，公安背景进入到体系有人就说这会不会是所谓的习近平开始想用警察来治国，甚至警察来治党我们看资料里面，除中以蔡奇以中央政治局的常委进入其中以外，另外6名书记也有3名是职业警察，包含便衣警察、投
头子陈文新，那制服警察的头子王小红，还有前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刘金国等等哦。所以我们从这资料，你当然会觉得非常的吓人哦。我想我们今天就好好来探讨。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旅美学者，也是史学家，我们刘仲敬阿姨老师哦。刘仲敬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是我想一开始我们就请教王沪宁哦，大家一直非常好奇这位可以服侍3朝这个元首的人哦，那包含江泽民、胡锦涛跟习近平哦。那之前他针对每一个领导者，他当然都去制定了一个他重要的方针哦。比方说，在江泽民就是3个代表是他重要的思想，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等等哦，据说都经过他之手来对外来发布。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一次中常委还改朝换代，许多这个新人进入那没想到王沪宁却可以这么稳定的继续在辅佐习近平。有人就说他可能是中共里面的非常厉害的高手，甚至有人说他是最危险的人。这部分我不知道阿姨您怎么看呢？王沪宁并不危险，其实他的上位就是因为他没有实力。政权是24史历史上的政权，大体上都是2类：一是征服者王朝，那么开国皇帝要受部落贵族的制约，他只是部落贵族当中的一员；二就是军阀建立的王朝，那么开国皇帝要受军阀功臣的制约，因为他只是各位军头当中的一员。像刘邦、朱元璋是属于后一类的，康熙、服兵列属于前一类的，两者必居其一，也可能两者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2者都有的情况，因为它有一个类似于满蒙贵族的共产国际建立出来的列宁党组织，所以党内大佬由防俄系统党内大佬对皇帝、对领袖构成制约。二是他是打下来江山，而不是通过政变，经过长期战争打下来江山，而不是通过短期政变形成江山。所以开国军阀的势力对领袖形成制约。所以，越是接近于开国时刻，这2种伟大不掉的集团，制造的麻烦就越多。任何领袖都会认为他们很麻烦，但是能不能摆脱他们，多大程度上能够扩张自己的权利，是取决于时事的，而不是取决于主观意志。而习近平，我们略去一些历史发展系，就是说他的历史任务，他个人的主观动机都是要强化领袖的权力，削弱党内的山头。所以尽管他出生于红2代，过去像李鹏、李小宁这些水电集团，在他手里面基本上是全部砍掉。江泽民时代形成的军委的大佬基本上被全部砍掉。邓小平、陈云时期留下来的红2代集团基本上也是全部砍掉。那么他要用什么样的人呢？就像宋太祖、宋太宗杯酒释兵权，重用士大夫。他重用士大夫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禅唐5代的军阀势力极其强大，足以威胁皇权。而士大夫再牛逼，他手上没有枪杆子用，而且钱也不多。宋太祖就说过，一坛瓜子金就足以收买文臣了。军阀这点大家是不够用的。所以说的好听点，就是宋人重用文人，重用知识分子；说的难听点，就是因为知识分子没用，所以才重用你。文鼎之治，汉文帝用的是申屠家，也是汉高祖一朝打天下留下来的军阀势力。他跟周勃这些隐匿他的老臣之间关系一直非常微妙。他又要抓周勃，又要利用他，是无法摆脱开国功臣的制约，但是又不信任他。但到了汉武帝这一朝，他就可以用布衣宰相纯粹的儒生公孙弘。公孙弘到底是一个真正的儒生呢，还是公孙部辈一个纯粹的伪君子？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手上没有枪杆子。众所周知，汉武帝权力大大超过汉文帝和汉景帝，宋国皇帝的权力又大大超过唐国皇帝。为什么？因为他身边的人不强大，军强臣弱，那么军权才能扩张。同样，毛泽东身边有像周恩来、刘少奇这样由苏联训练出来的，周恩来掌握着苏联留下来的情报系统，像科格勃一样可怕；刘少奇掌握着苏联留下来的干部党，随时都有取而代之的能力。毛泽东的江山是不太稳当的，他
发动群众对他进行狂热崇拜，其实恰好是为了分散就对他威胁极大的干部党和特务系统，来掩饰自己的软弱。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邓小平、陈云留下来的党内山头极其强大。江泽民虽然是兼任军委主席，但是政法委这块是由乔斯在管的，他其实控制能力是有限的。胡锦涛在位的时候，江泽民抓着军委不放手，红二代、红三代的集团并没有放手，改革开放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又在成长中，所以他的权力也非常有限。制约他的并不是像美国人想象那样是正在发展的中产阶级或者是人民，而是开国形成的两大利益集团和改革开放产生出来的新的利益集团。这三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说像明天这样的情况。或者像李小龙这样的情况，就是红二三代在从商以后，经常跟改革开放利益集团连为一体，同时来自于防恶的集团，例如像叶剑英他们的形成的集团，跟开国工程集团之间本身也是对军阀集团和防恶集团之间也是交错纵横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妨碍皇权的扩张、领袖权力的扩张，也妨碍领袖为了某个伟大事业，比如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集中全国的资源，集中全国资源就要打得各个山头，扩张皇权要打得各个山头。习近平是要两者都做的，所以他的干部路线十分清楚，就是要用那些没有实力的人。王沪宁像公孙弘和宋代士大夫一样，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他手头没有兵力，而且也不可能有兵力，他是搞意识形态出身的。另外，他还有一些次要的优点，比如说他是南下干部，山东老干部进入上海，虽然住在上海，甚至是几代过去出生在上海，那仍然像台湾属于眷村子弟。你在本省人看来是蒋介石带来的外省人，跟本省人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他在本地是孤立的。这样的人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是超过，比如说上海地道土族凭经商的本领发迹当了改革开放干部或者改革开放时期资本家这种的，两相比较，像王沪宁这种人可靠性就要更高，而这个可靠性也是由于他在自身的软弱造成的。所以在防权扩张、削除山头、集中资源的过程当中，防上领袖总是要用人的，不用强者就要用弱者，扩张自己的权力就要的不二法门就是排除强者，任用弱者。公孙弘上台，那么像周波、申屠嘉这种足以威胁皇权的武人军阀，就再也不能像是当年威胁发动政变、杀害汉少帝、迎立汉文帝的那些军阀一样，对皇帝进行威胁了。汉武帝的权力远远超过了汉文帝。宋人杯酒释兵权以后，权力也大大超过了禅汤五代那些被军阀欺凌的皇帝。九龙，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中国号称九龙之水。虽然共产党一党专政，对人民拥有绝对权力，但是党内山头林立，资源集中和权力运作都不容易。习近平要改变这种情况，他就要用没有实力的人，没有背景，所以他用两种人。王沪宁是笔杆子，笔杆子是负责为在任领导把他的思想总结整理下来，他自己没有什么独立的意见。三个代表是江泽民的东西，习近平代表是习近平的东西，他表现出我是为主人忠诚服务啊，没有个人意见，那他就可以长期留任。长期留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很厉害，恰好就是因为他不厉害。如果厉害的话，那你就不能长期留任。尽快给我滚远一点。如果勉励记得起自己的山头来，如果你不厉害，谁来了？江泽民来了，你就给他3个代表；胡锦涛来了，你就给他8人8尺；习近平来了，你就给他习近平思想。你完全没有主意，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政策和利益集团。那么这样的人，你可以一直用下去，可以放心让他留任。他可以做不倒翁的原因，恰好就是因为他没有威胁。如果有点威胁，那么温家宝也好，胡春华也好，李克强也好，那么你还是赶紧下台好，就是不要留下来，没有威胁敢长期留下。第二种人呢，就是习近平刻意培养，这是他基本干部政策，就是没有背景，必须干活，必须凭干活能力受上级任命的平民官僚，就是像王小红这种人。这一点也是自古以来，无论东西古今，所有专制统治者的不二法门。
这个不二法门，早在古埃及和巴比伦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它写在古埃及的纸草文书上，写在希腊罗马历史记录上，写在法兰西绝对君主国的历史记录上，写在斯大林和苏联的历史上。专制统治者必须贬斥、打压高贵的人，提拔低贱的人，因为低贱的人对他更加顺从，对绝对皇权更加依附。而高贵的人，因为他自己有一点资本的缘故，对你不见得是听话的。所以，习近平在这方面是有益的。无论是留用王沪宁，还是提拔王小红和平民干部，都是扩张权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必须，这是他故意的。但是他提拔的人当中，为什么属于刀把子部门、属于公安系统、属于纪检系统的人如此之多？那就要涉及一个形势逼陈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中国虽然作为苏联的分支而建国，但是建国形势跟苏联有所不同，促使苏联的安德罗波夫和俄罗斯的普京掌握权力，导致希洛维奇强力集团专政那些因素，在中国演变成了促使王小红、陈文清他们警察、公安治国的因素。这些都不是列宁和斯大林等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设计结果，而是客观形势逼成的。首先，我们要看苏联立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无论在社会主义各党派当中，还是在俄罗斯全国，都是极少数。极少数不要紧，贵族往往是极少数，但是布尔什维克极少数更加危险，就是它跟传统意义上的贵族不一样。比如说，跟康熙和忽必烈不一样，跟罗曼诺夫家族的军事贵族不一样，他们并不掌握兵权，也没有军事经验，他们依靠组织力量接管了战时军事动员机构，但是对军人就沙俄和俄罗斯共和国留下来的军事机器并不信任，对于掌握社会资源大部分的资本家地主也是同样不信任的。如果可能的话，就要把他们尽可能清除。所以齐卡号称是社会清除部，他的目的并不是传统所谓间谍机构以搜索情报为目的的，而是以消灭潜在的可能的政治上的敌人，比较接近于汉武帝司马迁所谓的汉武帝酷吏列传里面的酷吏。他不是在消灭有罪的人，或者是收集情报，而是在消灭在社会上有一定势力，因此可能对新政权构成威胁。而军事情报呢，是由红军的总参情报部负责的。总参情报部的角色比较接近于传统所谓的间谍机构，它比如说收集日本军队在满洲部署情报，收集波兰军队在西部边境部署情报，收集土耳其军事建设的情报之类的。在列宁死后的权力斗争当中，比较偏向国际主义的派系，托洛斯基和吉洛维耶夫的派系，对比较偏向于俄罗斯帝国主义利益派系斗倒了。我们都知道斯大林最终胜利了，而国防总参情报部门作为红军的分支，对斯大林有威胁，因此他用科博干部来消灭总参情报部的干部，消灭俄罗斯红军的将军，像加农将军这些人都被他杀了，总参情报部的人也被科博杀得七七八八。结果造成传统意义上的情报，像理查德·佐尔格那种收集军事意义上的情报的功能受到很大损失。但是依托克格勃不仅统治社会，而且对政权拥有实力政权各分支构成强力威胁的特务治国路线，却给领袖斯大林提供了很大的安全保障，以至于斯大林以后领袖谁都没有办法放弃科勃，相反，他们必须更多的运用科勃来强化自身的政权，最终导致了安德罗波夫以科勃首领资格接管了苏共。在斯大林手里面，科勃虽然强大，但是党是领袖，科勃是党的工具，主从关系是非常明确的。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手里面，主从关系就有颠倒倾向。现在是科勃的首脑出来接管党的领袖的职位了，到底是科勃为党服务还是党为科勃服务，开始变成模糊了。最后，在苏联简体的混乱当中，民主派和所有其他派别都证明自己没有办法整合社会和国家，唯一能够形成全俄罗斯帝国，统一行动、集体行动的集团，就是俄罗斯人常说的强力集团。
俄罗斯人包括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是俄罗斯最欧化的城市，是最亲西方的城市，都发现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要维持俄罗斯帝国的版图，就只能让科赫伯当权，只有科赫伯留下的残余机构和残余干部才能够维持国家统一，否则连车臣都保不住，俄罗斯还会进一步解体。但是，把这样的人捧上台以后，那么自由派的理想，把俄罗斯变成欧洲国家，就要整个破灭了。结果就是产生了普京政权。普京政权就是什么？圣彼得堡集团。圣彼得堡集团是俄罗斯集团当中自由主义色彩非常强烈、亲欧色彩非常强烈的人。圣彼得堡历史学家索布恰克是普京的恩师，是一手提拔普京的人，是推翻苏联、发动民主化的主要干将。他的妻子索布恰克夫人现在是俄罗斯上议院议员。这一家人跟普京的关系就像是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跟蒋介石的关系一样，是普京的恩师。但是他们不得不提拔支持普京的科赫伯出来重建俄罗斯帝国，形成了普京政权的矛盾结构。而这一点并不是普京个人责任。我们要注意，叶利钦在他晚年连续任命了3任首相，世界帕森也好，基里延科也好，跟普京一样都有科赫伯的背景。为什么叶利钦在任命的一些自由派、属于民主派的领袖、属于自由派领袖、属于技术官僚的领袖来当总理以后，最后不得不把总理职位交给了出身科赫伯的人，即使不是普京，也是其他人，只是普京正好站住了这个位置而已。也就是因为只有科赫伯系统才能够统一俄罗斯，俄罗斯社会已经瓦解到这个地步。如果你不用科赫伯系统的人，俄罗斯是一定会解体。那么俄罗斯社会为什么会完成这个地步？主要责任在于布尔什维克本身。布尔什维克为了实现他的革命理想，以及为了消极的，即使他在丧失革命理想以后，要消极的维护自己的统治和自己干部特殊利益，要采取破坏社会的做法，斩除豪强，破坏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破坏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消灭精英阶级，就会导致统治成本上升。我们要注意统治成本的高低，主要就看国家之外有没有能够既限制国家权力，又能为国家提供服务的精英阶级。传统历史学家，中国传统历史学家都认为，宋国的官僚制度比唐国要庞大得多，其行政能力要差得多。为什么？因为唐承北朝，照前面说，唐承北朝方兴之气。什么叫北朝方兴之气？就是北朝的部落贵族还在唐演化成为李德裕、狄仁杰这种人，他们在乡里是大地主兼民兵领袖。所以陈寅恪教授就说，研究李德裕生平的时候，说李德裕祖先是燕代豪杰，方国郡守之类的官，见到他们家都要恭恭敬敬的行礼，没有他们的合作，地方官难以施政。这些人的存在为国家提供了免费的服务，所以官僚机构不用太大。而宋代皇权和官僚机构权力进一步扩张，地方上的豪杰权力进一步削弱，强干弱支，所以宋朝必须用更多的官僚，更多的大规模的扩张科举，用更多的官僚来填补空白。所以宋朝的行政费用重，国家开支大，税收重，然而军事势力却不如唐国，都是由这些搞成的。我们近代人都说英美是自由主义典型，那么英美自由主义靠什么？在英国就是靠奥南治亲王时代所说的天然统治，就是所谓的英国文学上非常出名的绅士。什么是绅士？绅士就是乡下的大地主，他经常兼任本乡的治安官或者其他职位，他经常出钱给本地的教区办救济事务，有他的存在，政府不用办什么事情。但他自己就是本地的豪强，他把现在政府的大部分职能都接管，所以英国政府比起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和欧洲各国的绝对君主制来说，权力要小得多。因此，英国号称自由。英国为什么自由？是因为是英国的绅士阶级、乡下的地主和城里面资产阶级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在法国普鲁士和俄国由政府承担的任务，因此政府的权力极小。而这个绅士集团，他们是很容易当选议员的，更容易当选地方自治机构的领袖。他们平时
既为政府提供支持，比如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或者是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的时候，伦敦的商人会自己出钱组织团队出来跟敌人作战，他协助了政府，保卫了国家，但同时他也限制了政府权力。只有几百个亲兵的英国国王，不可能像拥有20万长臂军的路易14那样想这么多工作。他只有几百个亲兵，真到有需要的时候，只能像查理一世国王一样，号召各郡的绅士自己带自己民兵出来勤王。这就先天的注定了他的权力不能扩张，这就是英国自由主义的根本。而美国不强调贵族，也没有欧洲意义上封建贵族，他强调什么？就是现在所谓的 NGO。地方上的律师或者是知名人士之类的，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州政府的权力不大，联邦政府的权力更小。人民为人民提供日常服务，大部分都是比如说教会和非政府组织干事情。美国人民经常可以不跟政府接触，办大部分事情。所以非政府组织的强大是政府权力不大，也不容易滥用权力。所以美国在输出民主时候极其强调 NGO 的作用。这就是历史传统，而沙皇在快要倒台的时候，也是非常依赖李科夫的地方自治局和古奇科夫的实业党人资本家的军事工业委员会，而这两个集团正是发动2月革命的主力，他们限制了沙皇的权力，最终推翻和取代沙皇。布尔什维克要打倒资本主义旧社会，要消灭这些社会精英，他消灭这些社会精英，扩大自己的权力，也使得统治成本急剧升高。而在苏联解体的时候，社会很难自组织起来了。像李卓吾和后来历史家都说，唐人在防地出逃的情况下，各地仍然可以组织秦王之师来跟叛军作战，而宋人只要是开封陷入了，全国上下通通瓦解。顾炎武后来也就说，往复之处来说，孤秦弄宋就是这个意思。过度的中央集权和资源集中，使得地方失去了组织力量。一旦中央集权瓦解的话，全国土崩。而唐人就没有这个问题，正因为唐人有强大的藩镇，平时使房地日子不好过，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房地有难的时候，各地会自己瓦解。而布尔什维克的中央集权政策和清除社会精英政策，使得布尔什维克政权党自己倒台以后，社会上形成的各种力量都不足以重新整合国家，要么俄罗斯从此四分五裂了，要么所有的力量，哪怕是最讲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和资本家，都不得不求助于旧制度，也就是苏联旧制度残余下的唯一力量，就是科尔伯。自由派把科尔伯领袖普京捅上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重建了俄罗斯帝国。中国呢？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它建立干部党不如苏联彻底，建立科尔伯也不如苏联彻底。尤其重要的是，克格勃在中国的化身是周恩来和康生，干部党又是斯大林本人在中国化身是刘少奇，他们都不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在中共元老眼里看是个小散碎激进派，他依靠军阀和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平衡干部党和情报机构的力量，同时又挑动干部党和情报机构相互斗争。而干部党和情报机构由于资源有限，始终没有发展到苏联那样的高度。苏联在其最强盛的时候，党领导的各个机构基本控制了全社会，无论城乡全社会。也就是说，按照中国体制内人士的术语来讲的话，苏联全国都是公家人，而中国呢，在大部分时间内，公家人只占全国人口的1/5左右，4/5的人口没有被纳入到体制内，而体制内的几个山头又是相互矛盾的，党和领袖的整合能力远远低于苏联，因此，中国共产党控制社会力度不如苏联，在这体制外留下一个苏联没有留下的巨大真空。苏联集体农庄搞起来以后，虽然制造巨大灾难，但是控制农民一直到控制到苏联瓦解那一天，而中国人民公社搞了几年就爬下去。60年后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已经接近失控。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恢复了边户齐民制度，又留下了巨大的社会真空。因此，实际上中共干部党本身感到安全的时期只有50年代那几年，在文革后期、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以后，中国社会就有很大一部分
经常是超过人口半数的部分，处在我所谓的张献忠社会那种状态，就是政府的权威，共产党政府的权威不足以设伏江湖好汉，社会经常处在你吃我，我吃你，弱者完全得不到保护的状态，或者出现类似犯罪集团和黑帮大佬统治社会这样的局面。这种状态在苏联要么是没有，要么就是情况轻微的多。所以邓小平恢复统治后，首先要搞严打。严打这个事情比如说在赫鲁晓夫和戈巴乔夫上是不存在的。赫鲁晓夫结束斯大林主义以后，他没有搞严打，而邓小平需要搞严打。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治安败坏已经到了基层干部的人身安全和机关大院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步。所以，如克格勃是唯一能够收拾苏联残局的力量，公安部门是唯一能够收拾中国残局的力量。习近平提拔平民干部是必然的，是他政策的需要。但是平民干部当中有大量来自于公安人员，是因为中国有一个苏联不存在、西方国家更不了解的张献忠社会。西方封建社会的阶级明确，行会工人是有明确自己的组织和权利的，而且是城市共和国有机组成部分。他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一个产生出张献忠的庞大的流氓无产者阶级。这个流氓无产者阶级一再在改朝换代时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推翻皇朝。这一点在欧洲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苏联也不熟悉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人口庞大，实力雄厚，对中国共产党，正如对明朝和清朝一样，构成极大的威胁。这个极大的威胁构成了习近平提拔的平民干部当中必须有大量公安人员的理由，就像叶利钦提拔的干部必须有大量科博的理由。另一部分提拔的是纪检系统的，这是反腐的需要，也是打击党内煽腐的需要，这点很容易理解。历代专权的皇帝想要打击贪官污吏是个用贪污复位借口打击权臣，把权臣手里面资源挤出来为皇帝所用，这是习惯的做法。公安用事、纪检用事都说明习近平要搞中央集权，要集中资源。但是公安人员所占的比例之大，是客观形势表明，所以表明中国社会体制内社会能够控制空间有限。即使在习近平集权以后，他仍然远远不足以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和人口，甚至在体制边缘地的情况会变得更糟糕，因为强干弱支的结果会把大量处于边缘地带的资源集中到中央，集中到大社上，因此基层政权更加薄弱。过去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可以指挥武警和公安的地方政府，现在手里面只能指挥一些临时工了，处境极不安全。而公安武警再由地方政府指挥，必须由习近平和中央政府指挥以后，他对于维护地安之方的热情和能力必然是要急剧下降的。本来，像富士康啊、鸿茅啊这些大企业，就像是古代所谓豪强一样，更不要说是铁路系统或者是诸如此类系统，经常是自办公安的。比如说他们的治安是自己维持，就像是强大诸侯一样，在各强大诸侯交界的地带，就情况本身是一片混乱。然后习近平再把这些权力全部集中到北京身上，形成超级中央集权制。那么按照历史经验，这些大河水多了，小河水干了，这些末梢所控制社会就会进一步陷入失序状态。但这些失序产出来的小规模匪帮，对于中央领导的政权更迭没有影响。就好像说是隋炀帝杨广，他怕的是朝廷的大臣杨素，怕的是李密，怕的是其他的亲王。地方上出一些小毛贼，他不怕的。如果消灭了这些大臣和强化力量，会增加地方这些小毛贼，对他是划算的。对习近平也是这样。如果地方治安败坏，伤害的只是基层干部和普通人民，但是打倒他在高级政治斗争论之中强化他自己权力，对他都是划算的。所以习近平尽管自己以为自己是汉武帝，但他面临这个社会形势却是非常接近于隋炀帝的。他集中资源的结果很可能会使社会大面积的失控。他能够控制一小部分，各个山头被打倒，资源落他自己手里面，但是因此释放出巨大的张献忠社会，陷入大量流民倒扣，像80年和90年中国那样极度腐败社会是很有可能出现的。
是我们谢谢我们阿姨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可以服侍三朝元老，跟我们看到这个整个透过这个警察治国的这些延伸的一些中国的问题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国安系统，中国有个国安部这负责的部分，但它跟公安不大一样，负责当然也是我们谈到了一些情治相关的，有人说跟 CIA 有一点类似哦。那我们看起来这次习近平对国安部、国安的情治的体系他也把它掌握，不只是我们谈到的所谓的这些警察治国治党过去在江泽民时期，有人说他是用特务来治党。那在这一次，大家看到习近平似乎也把这些国安系统做一些转变跟清洗所以大家就很好奇相关的这些内容是不是可以请阿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相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习近平对公安和国安控制是更加彻底。抓干部路线是他的一个强项，尽管他有很多缺点，但是抓干部，尤其是善于提拔那些论出身跟打天下的共产党元老没有关系，因此长期受到压抑。但是因为长期在基层工作，有一定工作能力，愿意为提拔自己的领导誓死效忠的这种性质的干部，他现在提拔都是这种，用这种人来打垮原来的山头，打垮原来的党内元老。监控，因为他自己所在的派系人数太少，而且根基不牢，并不足以实现独裁者的必要的权力和资源集中，所以他监视党内其他元老以及为党监视社会的动机更加坚强。他所建立起来这个班底是一个四面受敌的战争班底，公安是用来对付张献忠社会的，国安是用来对付党内派系和威胁党的统治其他人的。其他系统，基本上他这个班底的任务不是通过经济改革来创造财富，而是夺取和重新分配既有的财富，用来强化政治安全。政治安全首先就是政权安全，就是习近平本人所创造这个新领导班底安全，肃清像斯大林和毛泽东一样，要肃清党内和全社会任何可潜在的反叛势力，强化领导中心。这一点在派系共治上台之初就已经确定了两件以后继承人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习近平已经基本完成匪党造党的使命。他不是像汉高祖刘邦，或者是像成吉思汗那样开国领袖，也没有军事经验，但是凭借建立和维持帝国的需要，他做到了开国皇帝去世以后，由派系共治的世界领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把在第一个5年任期里基本肃清军内的派系以后，在第二个5年任期里，把次要的强力集团的领导班子也已经基本肃清，提拔和任用了自己的人。掌握这些人以后，现在刚刚被他赶下去的，代表旧的派系共治时期的大领导、老领导已经是无能为力了。他这个班底唯一的弱点就是他消耗财富和增值财富，会使整个政权机构耗尽全社会的财富以后，就制造出一个到处都是张献忠的烂摊子。但是在这个烂摊子造成的局面完全爆发以前，他对付体制内任何潜在的不满或体制外人士、任何体制外的民间势力企图挑战体制的力量，自卫和反击是绰绰有余的。他已经把所有的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资源和人数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把政治安全当作是维护政权安全当作是重中之重和最优先考虑的事实。就像其他比较坚固的完整的民主国家把外部威胁看是最主要的危险一样，他把国内外，他的威胁不仅来自于国外，而是把国内外、党内外的所有威胁都看成是他自己在未来第3任期里必须完成的主要任务，其他方面的任务都可以交给不重要的常务干部去做了。做到这一点以后，可以说，习近平和他的班底已经注定跟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寿命相同，要死也是我和我的祖国一起死。只要国家不垮，那只要党和国家不垮，他能够确保控制党和国家。如果要垮的话，他会带着党和国家一起垮。统治成本越高，就说明社会自主能力越弱。
中国统治成本一定是高于苏联的，苏联统治成本高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因为你把社会上的精英基本上都已经清除掉了。现在社会上产生出来的，比如说比起北洋时代产生出来的资本家来说的话，威望已经弱了很多。那时候的资本家不仅是能够赚钱，是多少能够维持地方福利，在军阀混战的时候能够出来搞维持费、维持局面的，这些人基本上被共产全部搞掉了。新一代承担出来的资本家顶多是做点慈善事业，在社会上是毫无威信。所以，对于政权来说，世界上没有完全占权的事情。对于政权来说，能够帮助你的人就会限制你。西方民主国家的领袖权力很少，就是因为帮助他的限制的人太多，那你日子过得不舒服。你要日子过得舒服，要大家都怕你，都听你的，你把这些人清除掉了之后，那么是没有人能够限制，但是也没有人能帮你，你一切都要靠自己做，因此统治成本必须非常高。法国统治成本比英国高，是因为法国贵族绅士的权利不如英国。中国呢，社会上已经被长期清洗到除了无产阶级什么也没有。刚刚从无产阶级中起家有点富裕的新一代资本家威望还太少，社会关系也太少，不能够帮助政府维持社会治安，因此社会政权必须依靠自己来维稳，依靠自己来维稳，那么用的人就必须多，要用大量的临时工，要用大量的现银，维稳开支比军费还要多，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中国共产党名义上在统治中国，实际上是在跟中国社会进行一场长期的看不到尽头的张献忠战。在改革开放体制本质是对接全球化体制，为全球化提供廉价劳动力，用中国生产廉价劳动力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对冲美国在全球化时期超花美元，吸收美国的超花美元，维持美国超市低物价。在全球化对接情况之下，输入的技术和资本能够保证统治集团有足够的资源来给干部维持人力和技术装备，能够维持表面上的平静，但是从来也没有达到过真正能够消灭张献忠社会的地步。消灭张献忠社会，除非是社会本身有自治能力，那张献忠就不会出现。但是共产党的体制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社会产生自治能力。按照共产党的术语，社会有自治能力就是资产阶级复辟，这是共产党最要避免的事情。那么你不允许社会产生有自治能力的精英，那么你就只能跟不负责任张献忠打交道。要么社会上产生出能自治能力的精英，这些精英必然会限制政府的权利；要么产生不了这些精英，那么能够产生的就是像张献忠这样的黑帮领袖。所以共产党必须跟这些张献忠社会进行永恒的斗争。而一旦对外的关系紧张，美元的输入中断，海外的技术装备不能进入，我们要注意，太平天国之所以没有像李自成、张献忠一样成功，关键在于清军能够引用洋枪洋炮，能够有英国、德国的贷款，崇祯皇帝这些都没有的。70、80年代的中国、90年代的中国都处在山穷水尽、随时可以倒台的状态。拯救中国的不是别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天天骂，教育中国人民要反对，说是亡我之心不死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给了中国化肥，给了中国外贸，给了中国美元，给了中国进口装备。这些装备像是大清朝的湘淮军一样，延长了中国共产党的寿命。一旦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战，或者是对外绝交，或者是对外脱钩，这些资源就算不算是完全消失，也会大大减少。而国内政治需要使维稳经费必定要增加，维护政治安全当然是需要钱、需要资源的，必须把资源向这方面集中，使得社会进一步溃烂。此消彼长，那是隋炀帝杨广的经验。社会在崩溃过程当中，原先不想做的事都会做出来。例如习近平现在还是不想杀大老虎，只想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资源。但是等到局势极度紧张、资源极度匮乏的时候，蚊子腿上的肉也要挤。任何人看都不安全的时候，所有人都被大开杀戒。那么这个局面其实非常熟悉，我们无需外求。如果欧洲人、美国人和苏联人不熟悉的话，那么24史的读者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改朝换代时期人口减半的奋战。人口减半怎么造成？不是战争造成的。欧洲历史上战争，俄罗斯历史上战争哪一次造成人口减半？军事上伤亡没有这么大，造成人口减半的是全社会性的战争，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战争，先下手为强，夺取你的资源，在没有资源情况下，你身上的肉也是资源，吃你的人肉可以多活几年。这种
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残酷，会在螺旋形下降的过程中间渐次出现。是，谢谢我们阿爷清楚的谈到，这个也让我们非常的担忧，就中国整个发展的部分就朝向更独裁的部分。习近平可以从我们今天在分析或者之前我们来宾所提到的部分，不止对于所谓的中国的这些国家资源，对于中共的这些掌握，中共内部的掌握，对于外交的，对于军事的，对于今天谈到国安、公安，所有的体系都在习近平的掌握之下，所以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已经走向更为独裁之路哦。那某种程度也给台湾一个自省哦，因为每次我们到了选举年，或者都是重新来思考我们要往哪个体制的方向来走。那当然我们希望的部分当然是朝向一个更自由民主、更为自律的国家社会来前进哦。那这个部分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加油。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刘仲敬老师，我们阿姨有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帮我们转传、按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再次感谢阿姨，谢谢。谢谢大家。